大家好，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今天来南方澳买一些会员活动用的鱼。我在这里订了2尾烟仔虎，1尾大盘子。这个时候的烟仔虎都还算有油，这2尾很大。天气热了之后，烟仔虎就没那么好吃了，会变成接近红肉鱼的味道。我在鱼市场里买了条牛眼鲈，这个鱼肉质细软，价格不高。这个是深海鱼，吃过的人不多。这尾还蛮僵直的，状态很好，买给会员吃看看。回家处理鱼，这个是盘子，中文正式名称是红楚齿鲷。光看颜色呢，长得有一点像真鲷，体型有点像恰章。有3个很好分辨的地方：背鳍的前2只特别长，鳃盖的外侧是鲜红色的，2侧都有，所以也有人叫它血鲷。通体是红里透白，再加一点蓝。完全没有一点黄色，恰章身上才会有黄色的纹路。我很喜欢吃这个鱼，我吃过很多次了。鱼肉做生鱼片很细软，我觉得真鲷啊、盘子、恰章这些鱼的肉质做生鱼片都很好吃。但如果是烤或煎呢，虽然有很浓的香气，但肉质都略显干柴。不论你多小心的去处理呢，都很难跟其他肉质更好的鱼相比。所以我其实不理解了，为何真鲷或恰章在市场上会有这么高的行情。那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它们的体型都是一片的、扁扁的。那要在家用市场里面畅销的鱼，一定要很容易处理，要能直接放进锅子里加热。所以像这种形状的鱼就不会畅销。这个在宜兰叫黑草，中文正式名称是牛眼鲈。上次我跟我哥聊天，他说这个在南部叫做黑喉臼。身材是有一点像黑喉鱼的，但是我认为它更像红喉，形状啊、鱼鳞啊、眼睛各方面都很像。这种鱼在日本网站上评价是5颗星，日文汉字是黑鲈，跟赤鲈一样都是比较贵的鱼。日本的赤鲈就是台湾家喻户晓的红喉，这个鱼的等级在日本就跟红喉一样，但是在台湾可能是天气比较热，它的油脂程度没有红喉这么高。两者价格落差非常大。我有一次拿到很大的牛眼鲈的轮切，我是简单煮个酱油水，肉质非常棒，不柴不硬。它是深海鱼，所以比较少见就是了。这尾鱼血放不出来，有可能是打冰太久卡住了，或者是血累积在鱼标里。这种情况我就不会继续加压了，避免水压把鱼肉冲坏。这种鱼肉软的鱼，你一直冲水进去，有时候会把尾巴的鱼肉挤出来，鱼鳃一切开，鱼血就跑出来了，血都累积在肚子里面，鱼鳃那边卡住了。这个问题也是蛮多人会私讯来问的。从尾部灌水的时候，水没有流出来，那通常是鱼肉打冰太久，或者是鱼鳃切开的那一刀没有切断左右2侧的主血管。那这不是什么教学影片啊，我也不是专业厨师，纯经验分享。我发现很多人是不会回去看旧片的，然后观众就会私讯问我说呢，到底哪一部片有说过什么内容？其实我根本就不记得了，虽然说我的文案都有留下来，但没事也不会回头看，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些以前说过的，让新观众比较好吸收，不然就会给人家一种这个人很高傲的感觉。这个是白带鲫的幼苗，就是紫金鱼，长得很像酒牙的那一种鱼。这个鱼眼睛很大，就不一起熟成了。我先切掉鱼头煮来吃，免得臭了。这个鱼的肉质是细嫩有弹性的，像这种身体稍微长一点的鱼就很难走进家庭。一般家庭的锅子大小是固定的嘛，所以说像肉鱼啊、白鲳啊、轮切的土托、恰章啊、小一点的马头、单片的青鱼，几10年来都是很畅销的。它们不见得是最好吃的，但却是最方便的。那今天是熟成的第5天，要来开鱼了。明天要去会员家。我通常是不会记得这些鱼具体熟成多久，我都是要吃的日子往前推算再去买鱼。那是看那个影片档案的日期才知道间隔的天数。这里有一条凹下去的线，经过干熟成之后呢，鱼整体水分降低，鱼皮收紧，鱼鳍骨跟鱼背肉的那一条细缝就会变得很明显。沿着这一条线切割会超级轻松，
歪掉的机会极低，初学者都会。你自己操作的时候再回想一下这个画面，这是一个绝佳的下刀点。那这次会员只有2位，一半就够了，另外半尾我吃，再挂回冰箱。这个是黑草，当时放血的时候不是卡住了吗？在干熟的过程中，原本堵在身体里面的血就会慢慢流出来。那通常在熟成的过程中，我会拿出来把血擦掉，这样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那这一次我是有点偷懒了，同时也展示出你也不一定说要弄得非常精细才能吃。那多方比较之后，你才知道好坏区别。上次那一部跟 Fabio 合作的影片呢，那个观看数的确有点走心。我其实是花了很多心思去剪，然后花钱请摄影师朋友帮忙。影片虽然很长，但留下来的部分都是我认为的细节，那些手法我觉得蛮重要的。我后来有发社群讲那个 CC 字幕的部分，也有获得一些观众给我的回馈，有一些还蛮有启发性的。我在想办法做一些调整好了，或者也不调整，做我自己喜欢看的就好。我是个会回去看自己旧片的人，边看会边觉得说，这个影片做得真好的那一种人，必须要持续的一直给自己灌注信心。我的频道一直都不是太娱乐的嘛，顶多是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我有时候觉得内容越专业，频道死得越快。带着强烈目的性的观众通常不会停留太久。就像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啊，我都会去问客人说，你为什么会选择我的店呢？没有去别人那里？那能够明确回答他为什么会来的客人，不见得会长久的跟着你，因为只要有其他供应者也同时能满足他的条件，他有可能当场就会转移了。唯有那一种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只是养成了一种习惯的客人，才会天长地久。所以想要看你展示专业的观众，最终都不会留下来的，他们也不会看完影片。我的频道能活到现在呢，大概是因为我不够专业，没有走进那个死胡同里面。那这是一尾8公斤的红干，老演员了，上一次的会员活动他也有出现。今天是熟成第15天，这块下巴我要自己烤来吃。干熟成久了，鱼皮会变得很硬，连带鱼肉也会收紧，但这种收紧的口感并不是硬，反而因为鱼筋跟结缔组织变软，牙齿咬鱼肉的时候很轻松，鱼肉会断得很干脆。这个时候的鱼肉甜味会变淡，油脂的气味也会变淡。那有没有比较好吃呢？就看个人的喜好。我最近也经常在思考，如果要追求专业手法、美味啊，我不太可能赢过专业的餐厅嘛。那与其想要把东西弄得跟外面卖的一样，不如就尽量提供各种不同风格的食物，让会员体验看看。有些东西也许不见得很好吃，但他可以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啊。那好的坏的体验都是体验，只要安全就行。这段画面看起来像精修牛小排，这种修肉的影片也蛮舒压的。这次会员问了很多问题，我挑了一些精简的内容。这个是金木雕，金眼雕，台湾的。一般去吃那个日本料理店，它只会给你一片，这也是一片。这个是黑草，黑草，这个黑草是牛眼鹿，对，俗名叫黑草。这是盘子，我带那个炙烧枪跟那个炙烧板，所以等一下如果要炙烧的话，可以自己，我们就稍微给它一点点刀痕，这样它等一下炙烧的时候啊，它不会 Q 得太圆。所以炙烧是先，就是会整块炙烧再切，切了再炙烧都可以，是没差的。我觉得没有差。你有吃过金木雕吗？有，好像基隆那边那个竹田鸡那间有时候会卖，然后超贵，也不到超啦，大概1两110吧，但是用2算的吗？对，那件都是用2算。哦，你是说人家处理好的？对。它这个有点撞到，有点OK了。我买的时候我没有注意，然后有点红红。但是另外一块 OK 的更严重。就金眼雕有3种，看起来
有一点细微的不同。这一条就这样，还行啊。这是盘子，这个好吃。这盘子怎么那么大只啊？大盘子，对，对，就是比较大的盘。现在要去皮吗？对，这个要去皮。哦，我每次去皮的时候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然后就变成最后用削的。去皮跟刀子利不利会有很大的关系吗？哦，很大的关系。我觉得去皮就是，反正你就多做几遍，就是要练的。我每次到最后没有办法像你们说的那样，就是用拉的方式，然后刀子不要动，然后我都是有点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刀子在锯的，它就是两只手有一个协调性吧，就一起作用。对，然后尤其因为你熟成过的鱼很难拉得好，那如果你一开始想要拉得好简单一点的话，不要熟成，或是只熟成1-2天，它就会非常好拉。那你有中间拉失败过吗？有啊，就拉到一半，你的失败如果是鱼皮留在两侧，或是留在中间，或是留在中间的其中一段，这3种情况造成的原因是不同的。大部分都是中间断掉，是整根断，还是说拉完之后中间落几旁？整根断掉，整根断掉就不知道怎么接着拉了。了解。那你可以从另外一端拉过来啊，它不是有2头？哦，对对。然后我的做法就是我从另外一端拉过来就好。我等一下拿另外一个比较完整的跟你讲。盘子漂亮，这很好吃现在有一些店家都会有赖，那你就加他的赖就好。有，我后来就有在你们在群组里面就去光荣渔场啊，没有，我说的是鱼贩的赖。哦，鱼贩的。对，光荣渔场是便宜，但是因为它就是时间成本嘛，对，移动成本。那如果你找鱼贩处理的话，他帮你省了你的时间成本，就多给他一些钱。以这个来讲，在拉鱼皮的时候，你看它这个鱼身体是圆弧形的，它其实不是平的，所以你在拉的时候，如果你的刀很平，你这样拉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刀不是就压在这个皮的下面，这样一路硬拉过去。但是由于它这个是圆弧形的，你失败几率很高。你拉到一半的时候，常常会这边几旁没有拉到，这样子硬压你的刀，你压平的只有压这边，然后这边会翘起来。如果这边跳起来，它那个肉拉扯到的时候，中间就会往上面翘，所以你在中间就会漏。那一个好的方法是把鳍边的皮先削掉。你会注意到它这个鳍边的这个特别的厚，有没有？这有点鳍边，有没有？这里油，这都有点油。就看到这边，你拨一下就看到了，有没有？其实一拨就开了，稍微拉一下，可以撕一下它吗？对，你拨一下，尤其是那个没有熟成过的，它旁边抠一下就开了，就有一种快要被拉起来的感觉。对，然后这边连住是因为鳍边的那个鱼筋，那这个你就反手刀把这个鱼筋有没有都修掉，把这边拨开。你看刚刚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先弄的话，你在拉鱼皮的时候，它很容易就粘住。然后你这边跟它一纠缠，你就断在这里。然后这边都是先剥，就是这个有一点点鳍边的这个鱼皮，先把它弄开。分开之后呢，把它拉一下，因为这里是圆弧形的，你拉掉越多，等一下你在修的时候会容易许多。因为这个角度问题，可能看不太到，我们就不会直接就切掉了，我也会跟着一起拉。这种比较圆弧形的就需要这样，像刚刚那个盘子，它身体是扁的，身体又很软，不需要这样直接过。好，那你看它不是圆弧形，但你现在看它一开始最圆弧最翘的地方是不是没了？你现在在压的时候，这一个面是全部平的。成功几率就高很多。这么长的鱼，你要从头拉到尾，压力很大嘛。从中间拉，从中间下刀，然后不要到底，轻轻的划一下。这个时候不要下重手，稍微用刀尖刮一下，刮到完全看到皮，你就可以把你这个刀有没有给在这个皮的地方，就这样给着，然后转刀。那这个时候会很方便，为什么？
因为你有很大一根东西可以抓。你如果从尾巴，你就是手指头只抓那么一点点，它就会滑掉。可是你这种拉法，你有很大一个东西可以抓住，你可以紧紧的抓住它。我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这样拉，这个角度一定要完完全全的100%的压紧你。那你如果从中间一半断掉，什么原因？你的刀的角度是这样倾斜的，一定会断。你的手呢，一定要放在没有砧板的地方。你若砧板往前推，手往前，我手就是大，对啊，我的刀是没有办法平贴的，我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角度，它就断在中间。所以呢，最简单，把砧板推到最边缘，所以手要去的。对，然后你的手要悬空，手悬空，你这样压的时候是100%贴平，一路用蛮力给它硬握，你看一丁点肉都没有在上面，这没有人教的，用血与泪把它换出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全部漂亮，没有一点，这个熟成过了，很油腻，还有点银皮啊，因为它干熟，所以没有银皮了。那接下来这半就轻松啦，因为你有一个超长的皮可以拉住，那你总不会失败了，你不可能滑掉。那这边的话，因为它是单面刃嘛，所以它这个本来就可以平平的压住，然后就这样过。看起来好轻松哦。好，你看我这边角度有没有？我刚角度这样，这边高，这边低，立刻断，就断在这里。我常常就是这样。对，那就是你这个刀角度只要一倾斜，它就会立刻断。用大拇指压住的话呢，它有时候刀这边会比较翘，你去摸这里翘的，这边平的，会有一些肉连在皮上。会有点浪费，但是它不会断。但是你拉完以后，皮上面都是肉。今天拉的时候，我还是会微微的让它翘起来一点点。我希望它更贴平，更贴齐。对啊，像这样怎么用？你就拉用力一点，它那个膜就会跑出来。你就只削那个膜就好。那像这个粘住粘得很紧的就是它这个背部的第一条肌肉的骨膜跟这个鳍边的膜是连在一起，你怎么压都压不平啦。你过去你在这边就会 miss 掉，这个地方都要把它弄开。只要拨不开的就是鳍边的那个筋，有没有看？鳍边的筋这边有一层油，这个是它的那个结缔组织，会紧紧的粘住它的皮。你拉到这边就一定不好过，轻轻的把它化开。化开之后，大拇指就轻松过。那个排泄口后面的鳍是一整排，所以这里全部都是粘住的。直接这样有没有？给它一刀，但这样比较浪费啊，把它整个筋跟皮都切掉，这里就不会这样粘住了，这样就很好过。它这个肉很有弹性，煮熟的时候吃起来跟一般那种粉粉的口感不同。可以试试看。8公斤的红肝的一节背肉。8公斤很大很大，要吃个10天半个月。所以我觉得这种边熟成边吃的方式蛮好的。对，一开始很多人觉得熟成是在做一个噱头，就我自己实际上经验就是，因为我在家做，所以我必须要熟成，因为我没有办法一次吃掉那么多。对，这么大，那我就只能慢慢吃嘛，我已经削掉了，对吧？但是你看它这个角度，它圆弧的非常夸张。所以你的刀如果这样一路压，你顶多只能压到这里。如果你压得很用力的话，你会拉扯到这边，这感觉很容易失败。就是它的背肉是2条肌理连在一起嘛，这边你看有一条，这边有一条，所以通常在这个肌理的中间会给它来一刀。那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整个平面，这是好弄很多，看起来好弄。对，那这也是一个平面。漂亮。这一块黑色的特别硬，然后鳞甲在前端我就把它修掉，在胸鳍的部分就是超硬，你用炙烧的话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要先修掉，不然你等下炙烧的时候会觉得口感不好。你就很精准的、很深入的把它整个那个比较硬的那一块皮的部分削掉。这是花菇，泡了一整天，这个丢进去煮汤，加一点香气，不要浪费。等一下不要吃，有点硬。那不能吃吗？很硬啊，香菇汤有倒下去，再把它拿走，要爆炸，我忘了。等一下那个虾头、虾壳都放下去一起给它炖一下，然后全部一起捞走，这样汤底就好了。我有称过，光整个头就把它拌了。哇塞！剁椒鱼头、下巴，然后老天，这边肉很好吃，脸颊，还有这一块，等下煮的时候整块变一个焦，变那么大之后，它的肉就都变那么白。对，霸气。剩这最后一点，全部都给它下。好啊，这很好吃。哎，这是你自己炒的吗？这是翔哥送我的。他那边他自己做的。他店里面有一个湖南人，很香很香，有一股那种微微的酸味，很带劲的。这鱼头太大，通常可以铺满的，铺不满就全部露在外面。这是刚刚的虾子，我应该退的好。我们应该有剥过吧？有哦，那就自己剥哦。然后那个虾壳帮我放在这里面，等下可以煮。原来我不会剥。对，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头就，如果你的脑子想要吃，你就这样剥开，这样拉，脑子会完整的在这里。我都会这样直接吸一口，前面是胃是不能吃的，你就是慢慢的把它抽出来。当然有的时候会断，断了就没办法，慢慢抽出来，它会有一种揪的感觉，对，我觉得蛮舒压的，对。取代那个稍微搅拌一下哈。这上面有葱，有蒜苗、洋葱，所以我觉得这 CP 值很高，而且还会有人卖那个已经剥好。好，对，那个大溪鱼缸，那你就是可以把它做炒蛋。可是这个生吃好吃多了，所以我就说它只有一种吃法，就是生吃，其他的吃法都没有办法展现它的那个价值所在。这是金目雕，因为我们刚从冰箱拿出来，所以你感觉不到什么油光的感觉。那你就稍微回到室温，要10分钟，它油光才会渗出。是这样子，这比较尾段，来，比较尾段比较硬，是这里对比较好。这个是让你炙烧用的，我想这个炙烧一下哦，有那种虾蟹的味道。你看那个红红的油有没有？它的油渗出来，就直接变成橘色的。像真的是虾蟹的味道。对，它这个鱼高级就高级在这个香味上面，然后那个肉质非常的细啊，所以它能够卖这么贵，而且你去日本那种好的那个寿司店，它通常都会有一罐，就握的会有一罐。这个是黑草牛眼鹿，这个红干是背肉的部分，我本来还带了一块腹肉，但是我没有切，我放在冰箱。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吃不完，慢慢嚼那个油脂感就出来。那它有一种那种筋的一直嚼劲，还是因为我刚刚吃的是这一块？没有，它背肉也一样，刚好这几种鱼都是一种不同的口感。
可能这个虾头特别大，哦，没有看过这么橘的。它那个肉跟肉那个组织一抿就散开了，松软，有没有？很松软，对，哦，不会那种很扎实、很硬的感觉，吃起来很，一下就看起散开，来好像以为它会很硬，会整颗在那边。对对对，就是它这个鱼肉的那个质感很好，碾一下就化开了。非常好吃，因为我已经吃了另外一半。吃鱼一定用汤匙，不要用筷子。挖的吗？对，好来，这个剁椒酱很棒，来一点剁椒，它不会辣，酸酸的，腌的脸颊，好。它这入口就化开，好吃哦。那我帮你弄脑天肉，帮你把整块肉挖出来，头顶肉。好的，谢谢。来试看看，好，一样酱料来，好大只，哇，对，酱料光老片肉就可以这么大只。对，这是另外一层，它中间有一条骨。虱目鱼一样，它的那个眼睛前面有一层胶质，这个胶质等一下跟着这个全部都一起吃，因为它肉很散，所以你要用汤匙这样挖，对，才会方便。是因为它的肉太嫩了嘛，所以对，很容易把它夹散。米粉啊，上面橘橘的就是刚刚那些虾，这是香菜，还有一些蒜苗跟葱，蒜苗已经在里面了，所以就一路喝到底。OK。好。我每次几乎吧，每次都有这个，因为我真的觉得它非常好吃，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所以这是你的学生画的哦，对，好厉害哦！他刚才还跟我说不应该拿作品，要拿他本人照。真的好可爱他哦！跟我讲，他说要他想红要本人的照片，他说怎么可以拿作品呢？这太可爱了。小孩现在都很想当 YouTuber。盘子很好吃，因为就是细软细软的，然后甜甜的。那为什么盘子比赤中便宜那么多？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产量吗？鱼的价格是跟煮饭的习惯，像这个牛眼鹿，它肉质虽然好，可是它一条鱼这么长啊，一般人买回家你不好处理嘛，你顶多是轮切。但是你看像它那个肉质，你轮切切的不好，煎的时候它就会散开，就不漂亮，对不对？然后所以它就是跟一般习惯不同，然后再来是产量，因为它是深海鱼，早期的渔民不容易捕到那么多，所以现在吃鱼的习惯大部分都是古代流传下来。比如说台湾都会有那个吃鱼的排行榜，就是说什么义乌、二昌什么马家那一类的，你会注意到那些鱼都是早期捕获量很大的。哦，原来其实是捕获量没有错，它所谓的这个鱼好吃，你也必须要捕得到才行。然后你需要它量大到一般平民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状况，然后它才会 popular， 才会受欢迎，才会广为人知。那如果这个鱼捕捞很难，或是产量很小，它就不会让普罗大众知道，它就不会上那个榜。
所以你如果问我说那个排名10个，我认为就是那个排名吗？我当然是不认同的。但是我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个排名会是那样，但是现在又不见得是那样了。对，所以说你没有办法这样去比。可是我觉得五仔好像又不太一样，它就是大只的时候突然变，量变会产生质变。嗯，但是有一些鱼大到某个程度之后，它就会开始变难吃。像什么？应该不是说变难吃，会变得肉质上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变硬，或者是说筋变粗。